Hello，大家好，我是杨内的原神 7.0 的剧情，其实我是没太多意见哦，但该骂骂，该夸夸。我在实况中的评价给的是跟斯普拉顿突击队一样的，就是呢，乐趣是有的，但就是这个但是什么呢？但是太长了。老实说，作为一个开门的版本啊，他做的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我进诺德凯莱前啊，有做过一个很担心诺德会变成大型上课现场的影片。那实际上呢，诺德凯莱也确实变成了大型上课现场，对，然后让前面的很多介绍相关的体验啊变得非常的无聊。那这次其实我在体验剧情的时候，我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我是最近又看人讨论哦，才发现到说，其实 7.0 他做的事情，正是我那个影片里面所讲到，不希望它变成上课现场，希望它用游戏的方式、游戏的载体来传达给玩家。这也是我之所以想要做这个影片，讲讲我 7.0 的想法的最核心的原因。对，因为它完全就是把我之前最担忧的那个问题解决掉了。那实际上我在整个游玩过程里面，确实时时刻刻都会觉得，这个设定蛮有趣的，这个角色间互动蛮有趣的。它也是很常在使用角色去讲话，像第一幕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阿罗夏他的处理事情的手段，然后借由他处理小镇的事件，又可以了解到至东的能源危机，它实际上是个什么情况？它不是靠一个 NPC 就在那边跟你直接上课式的讲说啊，现在至东就是有这个能源危机啊，能源分配的问题搞得民不聊生。要是如果直接用个 NPC 直接跟你讲的话，那就确实会沦为上课现场。但是他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做了一小段剧情让我们去体验，所以其实在整个体验的流程之中，我都觉得说，其实我在这一段有感觉到，官方想要借由我现在这个游玩在传达什么东西，对，那我觉得这个是很不错的。游戏确实就是应该要这个样子来传达他们的世界观。我其实这次看评论啊，反而看到有些人在说，干嘛要做这样一个就是剧场狼人杀来解释死之诅咒啥的？为什么不直接用说明的？我自己是觉得，其实他真的直接派一个 NPC， 派一个甚至可操控角色站在那边跟你说明啊，死之执政有这个全能，甚至是派死职直接面对面跟你讲。我都觉得这样子其实是更糟糕的做法。对，这个东西他诺德凯莱的时候他就已经做过了，只能说诺德凯莱这种上课式的说明方式可能还是有人买单吧，但是我确实是比较不买单那样的表现世界观的手法。那种表现世界观的手法对我来说就是很容易左眼进右眼出。好，那在狼人杀的小游戏里面，其实我玩下来，我是觉得逻辑漏洞非常的多有一个我在实况里一直吐槽啊，是这样吗？是这样吗？这哪里合理啊？就是原本是每天死2个人，然后后来我们超度了1位，然后还是会死1个人的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就在那边说肯定还有人没有找到，然后我就觉得我们进来是不知道这是一个狼人杀的前提，是一个完全不知道游戏规则的前提下进来的，实际上就是发生了一个超自然的杀人事件。那你现在是在跟凶手讲什么杀人道理？不对啊，到底谁规定每一次都要死2人？谁规定的？怎么现在少死1个人，你们大家就在那边怀疑啊，是不是我们怎么了啊？你们这种想法很变态你现在是反而在限制凶手一天就只能杀2个人，那要是我们成功超度了1个人，他就只能杀1个人吗？所以他现在如果再多杀1个人就不行了吗？你在跟他讲什么道理啊？我真的觉得他们在纠结那一点的时候特别的出戏，就不能是凶手今天比较开心少杀1个人吗？真是莫名其妙就是我纠结的点是说，你们不是去讨论他的犯案动机，对，他为什么会一天杀2个人，然后你们讨论的是为什么今天会少死1个人啊，少死1个人就是因为我们还少超度1个人，就是莫名其妙但是这点其实最后，因为我们最后知道在剧院完全就是死之执政的局，
那我觉得这其实一方面也可以解释，可能有些人也提到说，哦，为什么在里面死了就是那个谁啊 ，playable 的角色，然后主角好像也没有很震惊，就只有第一次哦，东尼亚可能比较小，比较没见过世面。他的反应比较大，然后后面完全都没有。对，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完全用死之执政的局来解释，应该也可以说得通。就是反正现在就是在死之执政的规则里面，在他的游戏里面，对，那可能大家的情绪表达也就不能太多哦。我自己是这样解释的。我不知道死之执政当时有没有可能偷偷引导大家说要朝这个方向去想，我不知道。对，我也懒得回去看回放了。但是我觉得把一切的逻辑漏洞就交给是死之执政创造的局就好了哦。我是这样理解的，所以我可以接受啊，没什么关系。那其实一开始在体验的时候，我有猜到可能的几种哦，就是可能谁是多出来的人啊，或者说这里其实不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啊。我觉得这些其实都写的是蛮明显的了，但是在这整个流程之中，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问题就是太长了哦！我过2幕的时候，我是从吃早餐边吃边玩，然后玩一玩玩到吃午餐，所以第2幕其实整整就占了，我记得我实况好像8个钟头左右吧。单纯就第2幕还不包含第1幕，但是你要说哪个桥段可以删掉吗？我其实觉得每个桥段我都可以感觉出来他想要传达什么东西，角色间的互动，或者说背景介绍，或者甚至是死职的全能是怎么样运行的，然后以及他为什么要在那边收割灵魂，然后甚至是照顾一些以前出现的角色哦，像是公子，对，有一些桥段就是为了要让有点像是服务喜欢这个角色的观众吧，对，我都觉得好像确实哪里也都不太该删。就你要我说怎么样可以不长的话，我其实在剧院狼人杀那一段，我在实况是有提出说，我觉得第一个佣兵超度了之后，大家以为事情结束了，结果我们的瓦列里就是好像是一个 playable 的角色嘛，对不对？然后他竟然也死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反而可以直接掐断，就是可以塑造一个我们原神终于会让 playable 的角色死掉的一个讨论度。对，然后因为前面也留了非常多线索，就是说这个剧院的空间好像不是一个真实的空间，然后甚至我也一直都觉得东尼亚很可疑，这些都可以成为这个版本讨论热度的谈资。讲谈资会不会很奇怪？就是大家的讨论的料，甚至可能也有人可以感觉出来，可能阿罗夏有些不一样哦。我在狼人杀途中我是完全没有感觉到的，因为他表现的存在感非常的低，所以他有什么变化我不太会注意到。但是如果是喜欢阿罗夏的人，可能也会注意到，甚至可能根据他们之前的剧情，因为阿罗夏有出去再回来过，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些猜想。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断点，可以让这一整章不太长。对，当然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断点，就这么说吧，就是这个狼人杀的到这边的时候，有很多太有漏洞的地方。对，就是若不是最后死之执政有出来现身哦，出来扛啊，扛这个是他的局哦，你觉得这些问题都是我的问题哦？确实没有这样的话，可能也是会被大家骂爆吧。但是呢，我在看人家讨论，我看到有一个很好的说法，就是呢，其实一部电影也大概就2个钟头，最多可能3个钟头。那你为什么会觉得电影情节紧凑、有趣、好看？它为什么能用这么少的时间就表现出一个够吸引你的东西，然后让你在那段时间享受到娱乐？但是原神可能要花到这么久的时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议题啊。如何把更有效的娱乐浓缩？当然，我觉得，因为有些情节真的是你就是看得出来，他是在服务喜欢角色的玩家。那原神这么久了，角色这么多，总有很希望他们的角色能够出场的一些玩家。他们为了照顾这些玩家，恐怕还是不容易吧。好，那除了主线剧情之外的部分其实整个 7.0 版本还有一个非常为人所诟病的问题，就是我们有一些支线当然主线也有一段了，
对，但是就是支线有这种完全使用枪模式来进行的支线。那我自己其实是蛮喜欢燕雨谷这张地图的，我觉得它这个地图的氛围非常有那种僵尸游戏，然后孢子感染的村落的感觉但我这边就说一下为什么很多人会对这个枪战感到特别的 3D 晕。因为 3D 晕这件事情是很多人进行这些支线时最大的一个阻碍，这个就是生理上的不适。好了，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靶场这个地图那我这边就非常简单的讲一下吧，就是其实一般在做这种越肩型射击游戏其实玩家会以他的射击的点准心这个点当作是正前方，但是原神的设计不是原神的设计是它会以角色的前方为正前方，所以当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你可以看它会以角色本人的位置去往前走，它不是会往准心的方向走。你要往准心的方向走，你的摇杆要推得更右边一点，它才会往准心的方向走。那其实造成 3D 晕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视角的动向甚至像原神这边就是角色的动向跟你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你在脑中有这个歧义，为什么这个东西表现的跟我想的不一样的时候，就很容易造成 3D 晕。这件事情呢，在白冕宫这张地图有这种需要走树枝的桥段的时候，会特别的明显。我自己的话是注意力要一直放在我们的主角身上，然后去看主角身上的位置，来分辨他的上下左右，而不是用准心去判辨我的前后位置。这其实跟大多游戏玩家认为的方向是不太一样。对，那走这个树枝的时候就特别的明显，你走一走就会觉得常常自己很容易要往旁边掉下去的感觉。对，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射击模式一直就是这样子歪歪的。好啦，那支线的部分其实我没有想要太多的琢磨。我自己是比较推荐这个赫斯什么之馆这一张地图的支线是灰谋的剧情里面我比较喜欢的一张，它很少有的展现了一个很完整的室内空间，然后有非常多室内空间上的解谜，就是无论是探索上的谜团想说这边要怎么去，然后或者说整个都在室内的这个氛围，这个确实是原神历来以来挺少有的。然后最后往天上去的时候，真的实在是让我一直想到王国之类的天鹅船那个体验真的好像。好啦，那支线的部分其实我没有要讲太多，我只是想跟大家聊一下 3D 晕的这个部分为什么会晕，然后其他游戏是为什么不太会晕的这个部分。好，那以上就是我对 7.0 大致上的感想。其实7.0 这么大分量的探索对我这个主要还是偏重探索的玩家来说是蛮满意的。当然我知道如果不太喜欢射击游戏的人可能就不太满意，因为它有好几张地图，它没有办法非常完整的体验到。但是尤其是像跟上一个版本的双月地图来去对比我真的是蛮满意的啦。但毕竟是开门版本嘛，后面能不能够有这么样开心的探索不好说，不知道，后续再看原神的项目组怎么样处理吧。好啦，以上就是我对 7.0 的看法感想，喜欢的话不要忘记按个喜欢，不喜欢的话感谢你看到最后，晚安，拜拜。